上期平民二手越野车推荐的视频发布以后，有很多兄弟都在后台问我，那这些越野车都是四驱的，为什么同样的坡，有的车它就能上去，那有的车它就上不去呢？这些硬派的越野车的四驱跟我们普通的城市 SUV 的四驱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也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那么本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学长会告诉大家这些四驱本质有什么不同，我会尽量避免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保证每一位兄弟都能够看懂。那在了解四驱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装置，叫做差速器啊，就是现在学长手里拿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的重啊。那有了这个装置以后，就可以让汽车的每个车轮独立的运转。那为什么汽车需要差速器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啊。汽车不可能一直直线行驶吧？那当汽车需要转弯的时候，那因为车宽跟车长的原因，汽车的4个车轮每个轮子走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差速器，那么前面跟后面的2个车轮都是刚性链接，这个时候转弯就非常困难了。如果你硬要转弯的话，轮胎跟半轴都会受到损伤。不过呢，普通的开放式差速器啊，就是这个差速器就是一个普通的开放式差速器。那这种差速器呢，它有一个 bug， 那就是在动力分配的时候，差速器会优先把动力向阻力更小的一侧车轮去分配。那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车，当有一个车轮掉进坑里了，不管你再怎么踩油门，坑里面的那个车轮都会疯狂的空转，但是呢，路面上那个有抓地力的车轮却不怎么动，这就是因为差速器这个 bug 导致的。那了解完了差速器以后，我们再回到正题，聊一聊汽车的四驱系统。那汽车的四驱从种类上可以分为适时四驱、全时四驱跟分时四驱这3种。当然了，这3种四驱只是形式结构上的不同，具体不同品牌的四驱在机械结构跟工作原理上面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长原因就不深入讨论了。学长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一下这3种四驱在实际体验跟越野能力上面都有哪些不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适时四驱。适时四驱也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家用车所采用的一种结构。那现在基本90%以上的家用四驱车都会用这种适时四驱了。那随着各种传感器跟汽车的电子系统的普及，现在的适时四驱智能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适时四驱本质上就是利用汽车的电脑，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的数据来判断当下前后轴的动力分配，非常的精准跟快速，基本上可以做到毫秒级来分配动力。那在路况好的时候，用2驱可以节省燃油；在遇到湿滑路面或者说是需要越野爬坡的时候，切到4驱，让车子拥有更强大的通过性。这一切都是汽车的电脑来判断的。听上去这一切是不是特别的美好呀？适时四驱既省油又能兼顾越野，简直是四驱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了。我全都要。了解。就算是成年人，也不可能2个都要。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总要做出取舍。那现在的适时四驱技术基本上都被3家企业垄断了，一个就是美国的博格华纳，另一个就是瑞典的汉德，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 GKN。那因为汉德2010年的时候被博格华纳收购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适时四驱车采用的技术都是由博格华纳提供的。那现在的适时四驱前后桥的动力传输都是通过多片离合器来传递的。那在多片离合器前面加一个4伏电机，通过控制液压来实现多片离合器的压紧跟放松。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吧？这种适时四驱系统在工作的时候，多片离合器会一直摩擦来传递动力，那多片离合器一摩擦就会生热。那所以呢，这种多片离合器形式的四驱只能够临时脱混，不能长时间的高强度使用。除了不能高强度使用以外呢，这种多片离合器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就跟刹车片一样，那一直摩擦，对吧？这个时间长了，摩擦片难免会磨薄，而且生热。那磨薄了以后呢，液压就压不紧，可能会出现打滑，对四驱系统的动力分配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大家可以把这种适时四驱当作是太监。又是一个死太监。你别看我不是说你啊。这个力量呢，跟功能跟真男人比，那还差了很多。你可以把适时四驱就当成普通的2驱 Plus 的版本就可以了，它只能临时帮你脱困一下，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一个期待。那聊完了适时四驱，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全时四驱。那全时四驱顾名思义就是4个车轮永远都有动力。那这里先点名批评一下个别的厂家，有一些厂家就对这个定义玩起了文字游戏。那既然每个车轮永远有驱动力，就叫全时四驱。那好，我把适时四驱的车型的电脑逻辑稍微修改一下，让多片离合器一直处在压紧不分开的状态，始终给后桥传递10%左右的动力。那我岂不是从适时四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全时四驱吗？我想说，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呀！具体是哪个品牌这么干的，学长给他留一个面子。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品牌打在弹幕里边。那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我们是要严重谴责的，必须拿唾沫淹死他。
那在我们的认知中，真正意义的全时四驱车都是要有机械式的分动箱来分配汽车前后轴的动力的。一般这种分动箱都是托森式的，可以纯机械就实现前后桥的动力分配，甚至在前后桥出现打滑空转的时候，还能实现机械的物理自锁，达到固定的前后桥50:50的动力分配。像丰田的普拉多、陆地巡洋舰，还有大众的途锐、奥迪的 Q7 这些车都是标准的全时四驱 SUV。那当前后桥有车轮打滑，中央差速器会机械的物理锁止。那更有一些车型还可以选装前后桥的差速器锁。那如果前中后3把锁全部锁止以后，车辆的每个车轮获得的动力就是固定的25%。那这个时候也是车子最强的越野模式了。理论上这种状态下，只要发动机的扭力足够的大，有一个车轮还有抓地力，那么车子就可以脱混了。那这种带机械自锁式的全时四驱，如果再配有前后锁，可以说是完美兼顾了公路跟越野。那除了价格贵跟费油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缺点了。如果你觉得这种全时四驱不好的话，那可能不是全时四驱的问题，你是不是要找一下自己的问题啊？好香哎！不错啊。说完了适时四驱跟全时四驱以后，下来再聊一聊分时四驱。那一般搭载分时四驱的车 ，T 字区都会有2个挡把，或者挡把旁边会有一个旋钮，那上面会有2H、4H 跟4L 这3个档。你只要看到有这个，那这台车大概率就是分时四驱了。那分时四驱在铺装道路开就是后驱的，如果遇到附着力差的路面，可以切到 4H 档，也就是高速四驱。这个时候前后轴的动力是固定的50:50，你可以理解为跟全时四驱的车锁了中央差速器锁是一样的效果。那搭载分时四驱的车一般都具备扭矩放大的功能。当切换到 4L 档，也就是低速四驱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一般会放大2到3倍，这个时候就可以应付很多路况不好的大坡了。那很多搭载分时四驱的车也可以选装前后的机械差速器锁。那理论上来讲，分时四驱的极限越野性能不会比全时四驱的车差，甚至于还要更强一点。因为分时四驱的结构更加的简单，汽车的整个传动系统的强度也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如果说要论公路性能，分时四驱本质就是后驱的，跟全时四驱甚至于适时四驱比都要差一点。那什么车是分时四驱的呢？像是铃木的吉姆尼，还有吉普的牧马人，还有长城的坦克300，丰田的 F 勾酷路泽，还有50铃的牧游侠，这些车全部都是分时四驱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分时四驱的车都比较擅长攀爬跟极限越野，而全时四驱的车一般都更适合长途穿越。关于越野车的四驱，由于市场原因，今天就先给大家聊到这里。大家心里哪台车的越野性能是最强的，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一下。大家还想看什么有关汽车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对了，大家千万要记住一键3连哦，有你们的支持才是 UP 持续日更的动力。那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